在苏联的一场装备竞赛上，为了测试枪的实战水平，比赛模拟出了真实战场，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水下、沙漠，各种地形一应俱全。在这样的魔鬼测试之下，不少枪都卡壳了，但唯独这把枪，不管是泡水还是进沙，拿出来之后依然能打，而能打只不过是最低标准。这把枪的威力和射程都没有受到丝毫影响，而这把枪就是日后鼎鼎大名的阿卡47。可你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会是一个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普通士兵设计的。1941年，德国进攻苏联，小卡成了一名坦克兵，但不幸在一场战斗中被炸伤了左臂，只能回到后方休养。可半路上，乘坐的卡车掉进了泥坑里，伤员们拼尽全力，卡车也丝毫未动。这时，小卡看到前面有个村庄，于是他跟一名中尉去寻求帮助。可刚走进院子，就遇到2名德国士兵，中尉的反应速度很快，抬枪就给他们俩崩了。此时，另一个屋子里又出来一个敌人，就在中尉举枪要反击的时候，枪突然卡壳了，随后他被一枪崩在了地上。小卡紧忙开枪击毙了敌人，中尉也这才活了下来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卡检查了中尉的枪，发现主要的缺陷是不防水，因为进了水在里面结成了冰，所以子弹被卡住了。于是他暗下决心，一定要造出一把最厉害的武器报效祖国。就在回家的列车上遇到了一位失去双臂的老兵，他给老兵展示了自己全自动步枪的设计图。老兵看完非常的激动，他对小卡说，如果你的设计真能实现，那么他在战场上一定能救下更多人的生命。听到这话，小卡瞬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家也不回了，他跳下火车，朝着梦想飞奔而去。来到之前工作的修理厂，他找到厂长，说是想要一个工作间来制造枪械，但厂长听了说，就你的文化水平还造什么枪啊，造枪，直接给他拒绝了。小卡有些失落，在车站的长椅上坐了一会儿，也许是命中注定，一位军官在这下车。小卡抓住机会，勇敢地走上前，介绍了自己的造枪理念。跟厂长不同的是，这个军官很看好这个年轻人，就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。厂长看了信之后，小卡就得到了一间角落里的机床，虽然条件简陋，可他还是很开心，马上就开始行动了。这个小孩在造枪，他把木头和铁管绑在一起，先用小刀在铁管上打磨，再往里面倒一些黑色粉末，塞进几个弹珠，最后把小火柴绑在后面当做引线。其他小孩还在玩玩具枪的时候，而他已经开始造真枪了。他叫卡拉什尼科夫，长大之后凭借爱好，在简陋的工作间里画出来 AK47的初代设计图，而接下来就是制作枪械零件。可是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能力有限，其他工友得知他正在为国造枪后，都在下班的时候过来帮忙。在大家夜以继日的努力下，没过多久AK47的雏形就诞生了。虽然它造型奇特，但测试的时候效果属实惊人。单发没问题，连发还是没问题，于是小卡去找上级领导汇报。可在询问中，他不小心露出了枪，被误认为刺客给关了起来。原来在这里，枪是不能随身携带的。少校得知情况，觉得有点意思，就让人把枪拿到靶场去测试。结果他发现这把枪的精准度跟流畅性都很不错。此时大家还在嘲笑小卡，就你那文化水平，怎么可能设计出枪来？但下一秒直接打脸。少校回去给小卡放了出来，还提议让他参加全国枪械设计大赛，只有在比赛中获胜，他的枪才能被推广。很快，这把新型步枪就被军区的最高长官听说，他亲自来到靶场进行测试，结果令他很满意。他很欣赏小卡，并推荐他去了首都的武器研究所，不但给他安排了舒适的工作环境，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女助手。在对设计不断改进之后，小卡迫不及待地参加了比赛，但比赛结果却出乎意料，他没被选中。小卡再一次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就在他想放弃的时候，那个将军再次出现，他想让这个设计天才留下来继续研发枪支。得到这次机会后，小卡更加废寝忘食，那天天熬夜加班，还顺便跟女助手日久生情，谈起了恋爱。时光飞逝，轻机枪的设计进行得很顺利，打靶测试的成绩也非常优秀。小卡第2次回到莫斯科参加比赛，虽然表现出较高的水平，但经过评审团的决定，认为参赛的所有枪械在实战中都不会有太好的表现。小卡再次落选，这让他彻底没了心态。于是他找到军医，想要重回前线为祖国效力，但医生认为他的左臂已经不能痊愈，拒绝为他开出健康证明。没过几天，前线的战报传来，战争结束了，他们取得了胜利。听到这个消息，小卡非常高兴，但也难掩失落的心情，因为如果战争结束，就代表他设计的枪将会一文不值。他在沙桶上画了个圈，又在中间画了个十字，随后上膛，瞄准，扣动扳机。
沙桶被打出6个窟窿。这把枪不论是点射还是连射，都表现得非常稳定。它就是枪械之王阿卡47，而设计它的人就是这个连小学都没上完的普通士兵。他在前面设计过2把枪，都没能在枪械设计大赛上脱颖而出。在1945年，德国宣布战败投降，全国上下欢庆胜利，但此时的小卡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战争结束也意味着他设计的枪可能不再被需要了，所以他找到领导申请退伍。而领导表示，虽然眼前的战争结束了，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，军队需要装备更先进的武器，而你们这些武器设计师将继续坚守岗位。很快，一个全是顶尖人才的设计部门就成立了。这突如其来的喜讯让小卡坚定了信心，他直接住进了车间里，开始了废寝忘食的工作。终于在1947年，第一批阿卡47被造了出来。小卡迫不及待想测试这把枪，但测试靶场被将军霸占了1整个星期。而此时的小卡根本听不进任何解释，随便找了个铁桶在上面画了个圈，然后端起枪就是一顿扫射。这也是世界枪王第一次展现了他的威力，不论是点射还是连射，他的精准度跟射速都非常稳定。枪声引来了卫兵，因为这里是军事禁区，所以小卡被带走了。但你仔细看，他露出了微笑，这回终于是成了。随后他被带到将军面前，这个将军不仅带兵打仗，他的另一个身份还是一名元老级别的枪械设计师。他并没有责怪小卡，反而是对他设计的步枪感到好奇，是什么样的一把枪能让小卡冒着被开除的风险在军营里开枪实验。他让小卡把枪拆成零件，虽然他之前没有接触过这把枪，但竟然只用了几步就把这枪重新装了回去。看到这把枪的设计理念，他十分惊讶，还自愧不如。不久后，小卡参加了全国武器竞赛。赛场上，为了考验步枪的稳定性，参赛的枪不仅要泡水，还要裹满沙子。前面那些枪不是发挥失常，就是卡壳。只有小卡的步枪不但能稳定的射击，就连射程与威力都没有丝毫减弱。不出意外，小卡的步枪成功获得了量产资格。接下来，小卡的好运接踵而至，他不但快要当父亲了，还在1949年被元首邀请到首都参观3军，因为他的步枪成了苏联军队的制式武器，并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全称卡拉什尼科夫1947年式自动步枪，简称阿卡47。而这时的他年仅28岁。据统计，从1947年至今，阿卡47的全球总产量超过了2亿只，因其便宜且耐用的特性，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枪械之王，受到了很多军队的追捧。而卡拉什尼科夫也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。